嘿，兄弟你好，你有没有可能就是遇到过这一种状况？你可能好不容易终于认识到一个你很喜欢的女生了，然后这个时候你鼓起勇气的约她出来见面，诶，她很棒哦，她还真的来了，然后现在她就坐在你对面，你感觉就是气氛也很不错，可是问题来了，你感觉就是你的心脏扑通扑通的一直跳，跳个不停。你的心率高到就是感觉好像下一秒就会心脏病爆发那一种。然后更糟糕的是，因为这一个生理现象，导致你的头脑一片空白，你不知道要做什么，甚至你不知道要说什么。结果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呢，你把嘴巴张开，无奈的说出了一句今天天气好好哦，然后讲完这一句话过后呢，你的头脑再次一片空白，然后这时候麻烦了，整个场面尴尬的要命，然后女生的表情可能从那种还蛮期待的，慢慢变成那种怎么眼前这个男的有点怪怪的，然后捕捉到这个表情的你，瞬间整个心里直接凉掉，然后你的内心狂吼，干呢，早知道就不要讲这个话了，对吧？OK， 如果你有过这种经验的话呢，放心，真的我超级懂你，因为作为一个前 IT 男、理工科男，我以前也是跟你一模一样的。不过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我是如何只用1个月的时间就逆转掉这种差一点导致我永远单身孤独的这种情况。Hello， 兄弟，你好，我是你的爱情导师 Yuri。今天这一部影片呢，就是要来帮助那一些每次一遇到自己喜欢的女生，就会紧张到讲不出话、说不出话，连可能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不是就是一个社交残废的人士的那一种人。所以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话 ，OK， 兄弟，我要让你知道的是其实你的问题并不是在于你不会说话，你不是嘴笨。你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你太重视她了，因为一旦当你太重视一个女生的时候呢，你的心里面的那个心理活动就是不行，我绝对不能失去她，就好像你在面对一场不能输的战争，而如果你这样子想的话你离失去她就不远了，因为除了会因为你会感觉整个人很紧张以外呢，你还会让女生觉得你是一个非他不可的男人，然后我之前也讲过，一个非他不可的男人在他眼里就是一个舔狗。所以其实简单的讲呢，就是你会紧张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太害怕失去他了，你对他有太多的想象，你把这个女生呢，你甚至都还没跟她在一起，你就把她当成女神一样看待。所以你讲每一句话的时候你都会不自觉的在你的内心审查一个10遍以上，因为你很害怕自己会说错什么话，让他觉得你很糟糕、很低能，然后就是可能不理你了，就封锁你。所以这样子的那个想法结果就是你会把气氛搞得很僵，因为你的这样子一直自我过滤的关系女生反而会觉得就是你怪怪的。所以是不是感觉好像很冤枉的那种感觉呢？你明明只是希望让对方喜欢上你嘛，可是反而这样子让对方不舒服，让对方更加不喜欢你了。OK， 所以那么要怎么解决呢？首先第一件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真的你要告诉你自己，他不是你的唯一。真的千万就是不要只追一个女生。OK， 真的这个是我认真跟你讲的，因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当你只有一个选择的时候呢，你就会有那种就是不敢失去这个选择的那种患得患失的那种感觉。因为在这个情况下，你会很主观的相信你很难会再有别的选择，你不会再遇到下一个可以追的女生，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做到不紧张了。可是当就是你有比较多的选择的话，那么你这个人你是自然的会变得比较放松的。因为你自己打从心里知道就是其实就算错过了这一个女生也并不是什么世界末日嘛。
所以就是你要做的事情呢，就是你要去主动制造一些就是可以让自己认识到更多女生的环境，还有一个生活方式。创造这样子的环境还有生活方式的目的呢，是要让你自己可以拥有更多的选择，有更大的选择权。所以如果你对怎么样做到就是让自己可以有更多选择，可以让自己有更多选择权，这些事情是毫无头绪的话，要怎么样制造这样子的生活还有环境，你完全不知道的话，OK， 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之前的影片。不过当然了，我知道这里就会有人想问了，这样子会让女生觉得我很不专一嘞，也许。那么如果女生觉得我很不专一的话，怎么办呢？其实关于这一个问题我只能就是以现实的角度来讲其实在这一个阶段呢，女生是没有要求你专一的合理理由的。对，你没有听错，她没有任何的合理理由去要求你专一。原因很简单因为她根本就还没有跟你在一起嘛。再说白一点，她没有为你付出过任何的东西，她现在跟你，其实你们两个的关系可以说是什么都不是。所以其实她是根本没有资格还有身份去要求还有享受你的专一的。OK， 所以讲了那么多，结论就是女生还没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还在追的阶段，你是不需要对任何这些女生做所谓的专一的。OK， 因为这样子只会害惨你自己而已。OK， 聊一下接下来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你会紧张呢？是因为你的社交能力就是退化太久了。其实我也大概知道了，就是可能你平常上班都很忙，然后可能没什么时间或者环境去跟女生讲话。顶多可能就是你的公司可能有几个女同事，可能偶尔聊两句，而且最糟糕的就是他们还已婚了，所以你不能碰。而且可能你的朋友也许可能就来来去去就那几个，可能是认识了很久的，可能是你的中学大学的同学，而且你们每次见面就聊着差不多一样的话题，对不对？甚至是可能你跟你这些比较要好的朋友，可能一个星期也没有见到几次面，对吧？所以其实你并不是不会讲话，而是你太久没有讲话了。因为这就像肌肉一样的，如果就是肌肉你长期没有去训练它，那么很自然它就会萎靡嘛。所以同样的就是如果就是你长期处于一个没有办法去讲很多话的环境的话，你的社交肌肉同样也会变得超级的无力。所以这就是你会紧张的原因。OK， 那么怎么办呢？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就是你可能每天就是给自己一个小目标，可能就是试着跟陌生人去讲一两句话嘛，不需要多。就比如可能就是出去外面遇到陌生的女生，稍微称赞一下对方也是 OK 的。OK， 那么怎么做呢？就是可能比如你下班过后在街上走走，你看到一个女生，你就可以直接跟她讲你今天的打扮还有那个妆容很适合你，有一种好像那个刘亦菲的那个气质。OK， 然后就可以了，讲完就直接走，除非女生表现出有反应，她想要继续聊，那么你就聊一下咯。你看这些练习你只要每天做一点点你会发觉1个月之后你讲话的那个节奏还有你的表达能力就开始变强，开始变好，甚至可能回到就是你以前年轻的时候有很多朋友的那个时候的那个状态了。这个时候跟女生聊天会很难吗？也不会紧张吧，对吧？ OK， 然后接下来第3个你会紧张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其实也是很多男生的一个致命伤，就是你太过妄自菲薄了。我知道你可能有一个想法，就是要么你觉得自己不够帅，要么你觉得你自己不够高，要么你觉得你自己不够有钱，没有跑车，甚至其实可能你的收入是高过很多人的。所以女生可能不喜欢你，你觉得是这一些原因，然后你每次就是看着镜子的时候你脑袋都会自动冒出那种干，我根本就是一个哥布林嘛，就是哥布林的那个等级嘛，这样子怎么配得上那个公主呢？所以现在我要你做的事情就是，请你先暂时放下一下 ，OK？ 你对自己的自卑还有那个成见，你尝试就是好好打扮自己一次，去穿上你觉得最帅的衣服，没有的话就去买 ，OK？ 买一件，反正不会花你多少钱。
把你的头发弄到你觉得就是抓一下，弄到你觉得最帅的那个地步，像是某个动漫角色也 OK。然后可能就是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脸。然后现在请你去看一下镜子，你会很客观的马上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那就是你不是哥布林。你会这样想的原因其实主要是因为你很少听到别人对你的称赞还有认同。还有就是其实我们现代男人都很习惯性会自我贬低，真的就是这2个原因而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很机械式的认为就是自己不够完美，所以自己没有女朋友。但是其实事实上呢，女生她们要的从来就是不是那个100分条件的那个男人，而是他可以就是感觉跟你相处起来也很舒服，很有趣，很开心，而且感觉到你很自然的那种男人。所以只要就是你愿意放下这种哥布林的心态去学习一下有效的方法，你会发现其实你比你想象中是更有魅力的。就像我有很多的学员一开始其实他们都是讲自己超级宅的样子，像油腻大叔有几个是真的是 OK， 然后讲话也确实是很像面试。可是就是他们愿意照着就是我建议他们的方法去做之后其实3个月过后，他们也有很多都交到女朋友，甚至有稳定交往，甚至结婚到现在的。所以其实你需要问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你那么没有女人缘，为什么就是你出生就没有天赋，而是你要问到底什么时候你愿意做出这些小小的改变。 OK， 那么如果你的答案是就是我现在就要做出改变的话，那么你可能就会问了，可是 Yuri， 那我要从哪里开始学习呢？我要怎么样这就是做到我不再紧张，反而可以让女生就是跟我越聊越开心的那一种呢？ OK， 如果你的想法是这样的话，我刚好有一个惊喜要给你。 OK， 获得这个惊喜的方法就是你现在立刻点击资讯栏还有置顶留言里面的那个链接，报名我们这一场已经帮助过1万多名单身男性成功脱单的这一个免费直播课程。在这个直播里面我会教你3个聊天框架，这3个聊天框架呢可以让你从不会聊天变成一个聊天高手。 OK， 就算你觉得你自己很嘴笨，你不知道要聊什么东西，其实同样通过这个聊天框架也可以短时间内让女生对你产生很大的好感的。而且这些方法呢也都是我自己用过的，所以只要你照着做呢，其实真的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难。而且现在就是有一个限时限量200名免费的那个席次啦。 OK， 就是头200人是免费的。所以参加完这个课程过后呢，你会发现其实只要你的做法正确，其实追女生的它的难度其实跟你煮泡面是差不多的。 OK， 所以现在你要做的就是立刻到底下去点击那个链接 ，OK， 资讯栏还有置顶留言里面了。 OK， 所以今天这些就是我要分享给你的内容。我是你的爱情导师 Yuri，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